今天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运动员顶尖运动员他的运动伤害我们怎么样去做治疗还有我们在一些的这个跟各位分享一下。那这个是我今天演讲的大纲主要会介绍一下我的职业生涯还有复健医学以及运动伤害我们怎么样注意还有就是这个一些新的观念如何调整止痛这个观念那各位如果有在看这个漫威复仇者联盟的里面，应该有一位人物大家很认识吧，叫做美国队长，对不对？美国队长大家如果有印象，看他第一集，美国队长以前是一只很瘦小的人，对不对？然后呢，Dr. Erskine 给他打一支针，打一支针之后把他关到一个机器里面，然后开电，有没有？开到差一点要停电了，电没关系没事没事，哎，就出来就变成一只大肌肉壮男从小只变成很壮的这个东西大家如果有印象，有没有这个印象？那这事实上呢在运动医学是真的有这样的事情真的有这样，它是用什么？它是用两个东西来去达到这样的效果。什么效果？第一个，我们使用所谓的运动增能剂。运动增能剂的意思呢，就是可以促进或者是增加你的运动表现。那这个东西可以是食物，可以是营养素，可以是药物。那在这个药物当中呢，其实可以什么刺激我们中枢神经，增加能量的这个吸收，还有呢就是什么，让你的肌肉快速的成长。而在这个当中里面最有名的，一定大家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类固醇类固醇不是只有用来治疗疼痛、治疗发炎它有一个分支叫做同化性类固醇，就可以让我们身体合成的这个东西增加这个东西呢，我们称之为 anabolic steroid 同化性类固醇所以你看到很多人这个练得很壮，短时间变得肌肉很大，变得很壮的时候，那种可能都有跟类固醇的使用有关系那大家会说，既然类固醇这么好，那为什么我们去比赛的时候不能用对，所以这个后来就发现说什么，比赛的时候你使用这个东西会违反公平竞争的原则，所以现在类固醇，特别是同化性的类固醇我们是禁止使用，在运动医学里面我们称之为禁药禁药所以各位可以去看到国际禁药组织里面列名第一名的这个东西叫做同化性类固醇现在禁止使用。但是呢，在健身有的时候有些人还会偷偷的在使用因为它的这个同化性的效果会非常好，很快就会长肌肉所以这个是运动增能剂的一个介绍。那另外一个那个美国队长被关进去打了药是马上就长起来，打到药以后关到一个机器里面去电它嘛，对不对？电它电一电，突然就变大只。在复健医学、运动医学有没有这个东西？有的。这个东西呢，我们叫做俄罗斯电波。这个东西大概在1980年代的时候很流行，在哪里呢？俄罗斯就是那时候叫苏联苏联的自行车选手，你会发现他们出来的时候，每次比赛得到很高的这个很好的成绩，为什么？后来他们去探讨才知道说那个时候这个苏联他们有发展一个东西电刺激，这个电刺激呢去刺激这些选手的肌肉，可以短时间让他的肌肉长得很大所以那时候还不知道，只知道说这个东西是从俄罗斯来的所以那时候美国的学者或者我们学研究都把它称之为 Russian current 那这里呢就有人把它解密了就是说利用这种频率，利用这种强度去刺激，可以短时间就达到你的肌肉增大的效果。但是各位想，这个东西有好，一定有坏有益处，一定有害处。这个害处就是什么？这个东西你短期肌肉增大的时候，心脏会受不了所以有些人使用这个俄罗斯电波去增大肌肉之后，后来就发现一个现象，那时候那批做的这个自行车选手很多后来都暴毙，为什么？后来的心脏受不了，心脏的问题就死掉所以俄罗斯电波它的这个缺点，渐渐大家都发现。那还有另外一个缺点就是什么？俄罗斯电波在打的时候呢，打在身上非常的痛如果各位有兴趣来这个复健科来嘉义长庚或者来我们仁爱台中仁爱或者是国训中心你要体验一下俄罗斯电波我们还没有遇过电下去不会叫出来的就是这个俄罗斯电波，你可以想象成长肌肉的这个刺激的方法，它是非常的强非常的强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讲过两个例子，运动增能剂跟特殊的俄罗斯电波，这个是可以短时间
这个让我们的肌肉长得很大。那产生运动伤害啊，我们跟软组织的这个修复，那这个观念我们可以分两个，第一个运动伤害有这个急性的伤害，比如说扭伤、拉伤、顿挫伤，各位如果在运动的时候常会遇到。另外一种是什么？反复性的微小损伤，就是走很久、用很久之后，肌肉、肌腱它这个弹性变差了，弹性变差它会产生损伤。那这个软组织呢，它受伤大概有几个段，就是受伤之后它会发炎，发炎就是什么红、肿、热、胀、痛嘛，这几种。那之后呢，它会进行修复，然后再重组，这个大概是受伤的这个阶段。那但是我们不同的组织介入的这个时间很重要，比如说肌肉神经它富含血管，如果你是肌肉的拉伤受伤，它会淤青，淤青要赶快处理。但是呢，有些是没有血管经过，像肌腱跟韧带，它是没有血管经过的，所以它受伤之后呢，可能也会恢复会比较慢。所以呢，出血不是一个判定的原则，太多或太少都不好。那但是呢，我们在急性伤害，这个很重要，请大家要记得啦。我们有一个这个东西就是什么 PRICE 原则，就是保护、休息、冰敷、压迫跟抬高，这个大概过往30年来，大概都是使用急性运动伤害的一个这个准则，就是 protection、rest、ice、compression 跟 elevation，这5个东西，就是我们 PRICE 的原则。所以急性受伤的时候是什么？冰敷啦，冰敷、休息、保护、压迫跟抬高。但是最近这些观念我们还是有稍微一些改变。冰敷啊，有时候台湾天气很热，像今天24度、26度，你冰敷的时候大概是0度到5度，冰敷的时候它温差太大，20几度会很不舒服。所以这时候我们会建议什么？比较热的天气下，你可以用凉敷就可以了。凉敷不一定要冰敷，凉敷的话大概是10度到15度嘛。凉敷其实也会有效果。但是急性期记得不要热敷啦。热敷的话，它可能会增加我们的这个血管的通透度，会更胀。所以有些人说，受伤就是会痛，会痛就是经路不通，所以我要热敷热敷完有时候反而更痛。所以我们通常会使用冰敷或凉敷。那第二个有一些新的观念，以前是说休息休息，但现在新的观念就是什么？你还是要活动，但是活动是适当活动适当的负荷适当的活动叫 optimal loading，O L optimal loading。所以现在新的这个观念我们叫做 POLICE police 这个主体原则就是适当的负荷这个大概是有一些新的观念新的观念好，那什么时候可以开始热敷？通常我们是建议72小时之后，可以开始试着温热敷了然后你看可以做一些渐进的运动我们从静态到动态，然后增加阻抗力阻抗力的运动，这个是大概救护的一些原则。那最后我们才会来做一些柔软度或者是协调度肌耐力的这个训练所以渐渐恢复的这个时间开始训练大概是3天3天以后可以开始做训练了好，那运动伤害的治疗每次会分期的比如说急性期，刚刚有跟各位讲过了就是 PRICE 原则PRICE 原则或者是 POLICE 原则那恢复阶段的时候就是我们会使用一些物理治疗，比如说超音波、电刺激或者是热疗然后做一些运动。那最后才是做这个功能性的训练比如说对角运动这个一些灵活度的训练、肌耐力的训练，这会放到比较在重返赛场好，那再来就是各位在运动的时候可能会产生肌肉酸痛肌肉酸痛其实跟一个东西很有关系，我们叫做离心运动离心运动。什么叫做离心运动？大家看一下我的手肘如果你的肌肉的收缩跟关节的活动的方向相同，叫做向心运动比如说手肘，我的这个前面这个二头肌在收缩的时候，我手肘是这样弯起来的，这个叫做向心运动。什么叫离心运动？离心运动就是你肌肉还是收缩，但是你关节是往相反方向移动。比如说，你看二头肌这样收缩，但是我关节是往相反方向移动，这个叫离心运动。离心运动的状态下面，比较容易产生肌肉酸痛。那各位的离心运动的例子是什么？比如说将杠铃举起来，
伸展的方向跟肌肉的收缩的方向，二头肌不一样，这个是容易产生肌肉酸痛。还有什么？往下坡奔跑，好，有些人上坡没问题，但是下坡、下山、下久了，下楼梯下久了，大腿会酸痛。为什么？因为肌肉收缩跟关节的活动方向不一样，好，这个叫做这个离心运动。还有就是什么？各位在打球，急跑、急停、急转弯、跑跑跑，哎，停起，立定跳投，这个东西呢，急刹车，好，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离心运动，好，都会造成肌肉的酸痛。那我们怎么样去减少？减少啊，缩短运动的间隔，好，缩短运动的间隔，好，就是什么？让肌肉能够适应，好，适应这个动作，然后再来就是什么？运动前要活动肌肉，就是暖肌的意思啊，暖肌的意思，好，还有就是什么？经常的训练，好，这个是预防肌肉训练的一个方法，好，好，那训练的时候，选手，特别是顶尖选手，都会遇到一个难言之隐啊，就是什么，在继续训练的时候撞墙啊，什么是撞墙？啊，可能你在练的时候，哎，田径的选手速度出不来，或者是力量的选手爆发力出不来，或者是什么，你打球的时候，哎，每次都不准啊，边角球救都救不到，救了哎都跑出界这样子，啊，那这个东西有时候我必须要考虑是不是撞墙期，好，撞墙期，好，撞墙期很常见的一个原因叫什么？过度训练，好，过度训练，好，过度训练的时候，好，在男生在女生都会有。女生的话，我们称之为女性运动员三联症，而这个东西很常在什么长跑啊，比如说田径啊、马拉松啊、超马啊这些人来看到啊，女性的运动员啊，它会产生这个月经的迟缓、骨质疏松啊，以及呢啊，就是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这叫女性运动员三联症。那男性的选手会不会有？会啊，男性运动员选手会类似的这个情形啊，练得很累，怎么样？累到吃不下啊，吃不下，体重呢上不来，这个我们称之为运动相对能量不足。好，这个东西撞墙期啊，我们是常常在帮顶尖选手找到这些原因啦。哈，好，那再来训练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啊，就是要看他的症状轻度、中度跟重度。轻度的时候训练强度上不来，中度的时候训练强度可以，但是跟不上。重度的时候就是什么，连睡觉都会有问题啊，睡觉都会有问题。而这个原因啊，其实我们有做过一些分析啦啊，它可能是训练太多，恢复不够，或者是有一些社会啊职业的压力，造成我们的一些内分泌的失调，还有就是什么肝糖跟氨基酸代谢的这个不平衡，然后最后就会造成这些啊，包括像表现不良，还有什么感染几率的增加跟生殖功能压抑。好，这个讲起来好像很悬呐，啊，但是感染几率增加，各位一定有听过一个东西叫什么？水控、水槽高破嘛，对不对？好，如果你在这个一个长时间的压力的情形下面，表现不良可能看不出来，但是呢，一定会有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嘴巴容易破啊，嘴巴、舌头容易破，而且破的时候很久才会好。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免疫力下降啊，免疫力下降最常见的一个东西。好，所以各位如果是念书考试觉得压力大啊，运动选手运动过多的时候，很多都是什么？第一步就是嘴巴破啊，嘴巴破啊，嘴巴破的时候，我们大概就准备要去介入了哈。那第二个我们会看什么东西啊？第二个就是看这个啊，大家请记得什么？起床时的心率啊，这个也请大家也可以看看啊。最近各位是高一嘛，高二、高三如果考试压力大的时候，你怎么知道自己念书有没有过度训练症候群？好，刚刚讲第一个看嘴巴有没有破，第二个是什么？看你早上起来，好，早上起来的这个心跳，好，早上起来的心跳呢，如果跟你平常，好，大家可以现在自己测测自己的心跳，看看是几下。假设你现在的心跳是70下，你早上起来的时候，你的心跳是85下，那可能你就有过度训练症候群的这个出现，好，就是比平常的休息的时候的心跳增加10下以上，好，起床时候的心率突然增加，这个大概就是一个早期过度训练症候群的这个问题，好，所以用这个东西，我们常常会来判定选手他是不是过度训练，好，所以这个东西我们要给他减少训练，然后看他有没有生理上的这个征兆。而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出现在运动选手在我们一般这个国高中生如果压力太大，也会有类似的这个东西请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好，
那我们怎么避免运动伤害？运动伤害有几个原则。第一个，运动前要暖身。暖身的意思呢，不是拉筋。这个大家常会混淆。那其实我要去跑步之前，我就先拉筋，再去跑。这样拉筋去跑，反而容易扭伤。为什么？因为你去跑的时候，你肌腱已经拉松了，你就容易扭伤。而跑步的时候，你要做的是什么？我们知道叫关节的活动。你这样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就是什么？让我们要活动的关节先预习。预习的意思。这个叫暖身。那我们运动的时候有固定的这一个方法，有时间、强度、频率跟模式。等一下我会教各位算一下，我们怎么样去看自己的运动的强度。那运动之后记得要收工。运动收工，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心脏的血液会打到身体的肌肉、手脚的肌肉。但是你运动完，突然坐下来，突然休息的时候，这些血液呢没有办法慢慢的回来。它一下子全部回来你的心脏的时候，你就会什么？觉得心悸，或者觉得心脏一直蹦蹦跳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你心脏会不舒服。还有就是什么？你运动的时候，肌肉里面这些代谢的废物，主要是乳酸跟氢离子，这些堆积在肌肉的时候，它会造成酸痛。所以我们在运动之后，还是要做一些和缓运动5到10分钟，让周边在肌肉的这些血液慢慢回流到心脏。这个是避免运动后的酸痛。然后再来就是注意营养跟运动后的保暖。所以可以看到这个篮球啦，或者是棒球，有没有？他比赛完他是穿短袖，但是下场的时候，他马上衣服套头就套起来。为什么？就是避免运动后要适当的保暖。避免受伤。还有知道一些先天性的异常，还有运动伤害，等一下会稍微介绍一下。好，那我们防护的方法，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了。就是